大家好，我是新元。上期视频中我们讲到，佛陀的僧团出现分裂，经师和戒师的两队人马发生激烈的争吵。佛陀过来为他们调解，其中一个弟子竟然出言不逊，一个比丘站起来说：“师父，请你不要插手此事，回去静修吧，这事与你无关。”接下来的是鸦雀无声的沉默。佛陀默然不语，转过身独自行入森林。佛陀坐在那棵梭罗树下，沐浴在那种平和、高兴和自在的感觉里。这美丽的森林里还有绿色的山坡，一眼看到底的清泉与湖泊。佛陀独自享受着一个人的宁静。他回想起脚赏弥和比丘们的争执，对在家弟子也感到担忧。他对比丘们不听他的指示感到失望，但他明白他们是因为愤怒心作祟。在罗基罗森林，佛陀遇到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，包括一群大象。最老的象经常领着小象来湖边洗澡，他还教给小象喝水和吃水里的荷花。佛陀看着他用象鼻抓着一束荷花在水里清洗，小象们都学着模仿他。大象也非常喜欢佛陀，他们很快成为佛陀的好朋友。象老常常摘水果送给佛陀，佛陀很喜欢触摸小象的头，还和象群一起走到湖里。他喜欢听大象发出的威猛叫声，就像号角一样。佛陀也练习大象的鸣叫，直到和他们完全一致。有一次，大象叫完后，他也模仿了那个叫声。象后看着他，然后走过来跪下，仿佛在向他致敬。佛陀抚摸他的头。整个季节，佛陀独自一人在凉爽的森林里，只是早上出去讨饭。雨季结束后，佛陀离开了他的大象朋友，向东北方向前进。走了2个星期，他最后到达舍卫城的祇园精舍。舍利弗和罗侯罗见到佛陀都非常开心，很多大弟子也在那里，包括目犍连、摩诃迦叶、摩诃迦遮罗、优婆离、摩诃俱帝耶、摩诃迦毗罗、摩诃均难、离婆多和提婆达多。阿耨楼陀、金毗罗和竹南提迦也刚从迦罗村的竹林来到了祇园精舍。乔达米比丘尼也在舍卫城，见到佛陀，他们每个人都非常高兴。走进祇园精舍附近，佛陀看见阿难陀正在那里清扫。佛陀已经离开这里1年04个月了。阿难陀放下扫帚，激动万分，向佛陀鞠躬致敬。佛陀问他脚赏弥的情况，他回答说：“你走后，几个师兄弟过来跟我说，师兄，佛陀一个人走了，你为什么不跟着去呢？”我跟他们说，既然佛陀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走，他一定是想一个人独行，我们不该打扰他。6个月后，几个师兄弟又来告诉我，师兄，我们很久没有听到佛陀的教诲，我们很想去找他，这次我同意了。我们四处寻找，但找不到你，没人知道你去了呢。最后我们来到舍卫城，但你也不在呢，因为我们知道你迟早会来，所以我们就在这等着。我们知道你肯定不会放弃你的弟子。你走后，脚赏弥那边怎样啊？比丘们还有矛盾吗？世尊，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厉害了，双方都不搭理对方，气氛超尴尬。在家的人们对我们这些比丘也感到担忧和失望。我们跟他们解释了，告诉他们很多比丘都不支持分裂。慢慢的，在家的人就有了主意，他们到寺院来找那些闹事的比丘谈话。他们说，是你们让佛陀不高兴的走了，你们得负责任。你们也让我们在家的人对僧团失去信心，你们得反省一下。一开始那些惹事的比丘都不理会，但后来在家的人决定不再给他们食物。他们说，你们不配得到佛陀的关爱，因为你们不能和睦相处。你们应该遵循佛陀的教诲，应该和好解决问题，然后去向佛陀道歉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重新对你们信任。世尊，那些在家的人一直坚持他们的立场。在我走的那天，他们两方都同意见面。我肯定他们很快就会来这儿正式道歉。佛陀拿起了阿难陀放下的扫帚，我来扫吧。你去找舍利弗，告诉他我有事要和他商量。佛陀扫了几下，然后坐到房子外的一张竹椅上。祇园精舍看起来漂亮极了，树上都长出新叶子，鸟们在树林里唱歌。舍利弗走过来，静静地坐在佛陀旁边。佛陀跟舍利弗谈起了他心里的想法，我们得共同努力，防止这美丽的寺院发生不和谐的事情。他们讨论了好一阵子，
后来的一天下午，舍利弗得到消息，脚赏弥的比丘们要来祇园精舍了，他们已经到了舍卫城。于是舍利弗问佛陀：“脚赏弥的人快到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佛陀回答：“我们要依照正法处理。你能解释清楚吗？”舍利弗，你还需要这样问吗？舍利弗开始静默。这时，目犍连、迦叶、迦遮罗、具底耶、迦毗罗和阿耨楼陀走过来，他们也问我们该怎么应对脚赏弥的人。他们都看着舍利弗，但他只是微笑。佛陀对着这些大弟子说：“你们得公正地听双方陈述，绝对不能偏袒，仔细考虑听到的内容，看看是否符合正法。只有依照正法行事，才会带来和平、喜悦和解脱。这也是我所实践的。我曾经责备的或者不符合正法的行为，都是不对的。一旦你们懂了何为合乎或不合乎正法，你们就会懂得怎样帮助他们和解。”这时，一群在家的护法，包括给孤独长者，一起来到佛陀的住所。他们说：“世尊，脚赏弥的人到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要给两方都提供食物吗？”佛陀微笑着说：“给双方都提供食物，表示你们支持僧团，赞赏他们说的符合正法的话。”阿难陀回来向舍利弗汇报说：“脚赏弥的比丘已经来到了精舍门外。”舍利弗问佛陀：“我们现在让他们进来吗？”佛陀说：“把大门打开，欢迎他们。”舍利弗说：“我会先安排一个地方给他们休息，让双方暂时住在不同的地方。也许找到足够的空间有些困难，我们可以暂时忍受一些拥挤，但长老们不要露宿，要平均分配食物和医疗用品给所有人。”舍利弗下令打开大门，脚赏弥的比丘们被分配了必需品和住所。第二天早上，新来的比丘被派去像平常一样讨要食物。舍利弗把他们分成小组，按照佛陀的意愿分配到不同的地点去。那天傍晚，舍利弗安排他们和佛陀见面，让他们正式的认错。舍利弗说：“向佛陀道歉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要真正彼此谅解，只有这样，认错才会有意义。”晚上，那个最先挑事的经师去找戒师，他合掌跪在戒师面前说：“尊者，我承认我触犯了规矩，你责备我是对的，我已准备在众人面前忏悔。”经师明白解决这次纠纷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克服他的骄慢心。戒师的回应是跪下来，然后说：“我也承认自己缺乏谦逊和灵巧，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。”在深夜时举行了一个经师认错的仪式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子夜时分，舍利弗对佛陀说：“他们已经达成和解。”佛陀点了点头。这次的纠纷终于结束了，但他知道造成的伤害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愈合。目犍连尊者提议召开一次大会，邀请祇园精舍的大弟子和脚赏弥事件中的当事人。会议的目的是从这次的经历中学习，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摩诃迦叶将主持这次大会。会议开始后，摩诃迦叶首先请阿耨楼陀回顾佛陀在东竹林对他解说的6条和合共处的原则。听完阿耨楼陀的解释后，目犍连尊者建议所有修行中心的比丘和比丘尼都背诵这些条文。经过4天的讨论，与会的比丘确定了7项僧团内调停纠纷的和解议程。他们称这7项程序为七灭正。第1项是面对面座谈，即现前毗尼，让双方在场，把整个纠纷在大会上陈述，这样可以避免私下交谈对某一方的偏袒，导致更多的不和。第2项是抑制正律，在大会上，双方要尽量记述所有导致冲突发生的细节，然后清楚陈述，如有证人或证物，也要提供。大会将认真听取双方陈词，以获得足够的数据作出审查。第3项程序是主动寻和，又称主动和解律。当时僧尼应当积极地寻求和解，大会应该看到双方都真诚地迈向和解，执拗被视为不积极和破坏性。如果一方声称犯戒是由于无知或心神不定，是无意为之，大会也应该考虑这一因素，以便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第4项程序是自发承认过失，又称主动认错律，即自行认错。任何一方都应该自行承认错误，而不要等待大会或对方提出。大会将给予充足的时间来让他承认任何过错。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和解的开始，
也能激励对方做出同样的表示，这可能导致全面的和解。第5项程序是接受裁决，又称自愿接受决定律。达成裁决时会3次宣读，如果无人反对，裁决就会成立。双方都不得反对裁决，他们必须信任大会的决议，并执行大会的裁决。第6项程序是一致同意的决定，又称一致决定律。经过详细审核双方陈词和确认双方和解的诚意，大会作出的裁决必须获得一致通过。第7项程序是由高僧代表双方发表意见，又称由德高望重的长者发言律。在大会中，德高望重的长者代表每一方发言，他们都是深受尊敬的僧侣，虽然不多言，但他们的发言具有重要性。他们说的话将是安慰和治愈的，以使双方能尽快和解。这就像覆盖在道路上的禾草，使得行走的人不会弄脏衣服。很多时候，正是这些高僧使双方不再计较小节，从而实现和解与谅解。佛陀的大弟子提交了这7项调解程序供佛陀审阅，他赞赏了他们的努力，并同意将这些规定列入正式的戒律之中。佛陀在祇园精舍逗留了6个月，直到最终离开，返回王舍城。在路上，他去了菩提树，探望了优楼频罗，拜访了富西底一家人。富西底那时已经21岁。佛陀回来兑现了他的承诺，接纳了富西底成为僧侣。富西底受了戒后，很快与罗侯罗成了好朋友。